根据 NASA 的计划，2026年9月将进行重返月球的阿特米斯计划的第一次载人登月。到那个时候，由 SpaceX 负责的载人月球着陆飞船 HLS 将携带2名宇航员着陆月球。在完成月表的工作之后， HLS 还要把这2名宇航员带离月表，送回到等候在绕月轨道上的猎户座飞船。按照星舰目前的进度来看， SpaceX 真的能按期提供 HLS 吗？如果 SpaceX 不能如期提供实现在月表降落和飞离的月球着陆版星舰，那它会不会违约？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蓝天、太空和遥远的宇宙。对于前面提到的问题，我先直接给结论。在 HLS 上，除了拿星舰飞船来改制外，根据我的推测， SpaceX 还有自己的 Plan B。 2024年10月13号，星舰进行了它的第5次集成飞行实验。在这次飞试中，筷子成功地回收了返回的超重，星舰的前途看起来一切光明。但是超重的回收成功可能并不能令马斯克感到轻松，因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我在我以前的节目里曾经多次提到过， SpaceX 面前有2项最紧迫的工作。第一，就是尽快实现超重和飞船的复用，这样马斯克才能用星舰来发射他的星链 2.0 正式版卫星。第二，就是尽快完成在轨推进剂转移实验，为下一步在星舰飞船基础上改制 HLS 打下基础。2021年4月，NASA 和 SpaceX 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由 SpaceX 负责研制、生产和实验第一款月球着陆器 HLS， 分别用于阿特米斯3和阿特米斯4任务。任务中， HLS 将在绕月轨道上从猎户座飞船上接上2名宇航员，把他们送到月球的表面，并在宇航员完成月面的工作之后，将他们带离月球，送回处于绕月轨道上的猎户座飞船。SpaceX 打算用经过改制的星舰飞船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这并不简单，要完成这项任务， SpaceX 必须让星舰满足几个前提条件。第一，就是星舰必须要完成在轨推进剂补充实验。我们知道，除去星舰首飞没有能够实现飞船和超重的分离不算，星舰目前进行的剩余4次飞行实验中，飞船进入太空之后，从地面带来的推进剂就所剩无几了。因此，飞船必须在轨获得推进剂，才能执行下一步的深空任务。第二，就是 SpaceX 要能按期生产出数艘星舰游船来为 HLS 加注推进剂，或者是在星舰游船成功的前提下，游船的复用也取得成功，并且 SpaceX 拥有了在短期内多次发射游船的能力。以星舰飞船的规模来推测， HLS 想从近地轨道变轨到地月转移轨道，再从地月转移轨道减速制动进入月球轨道，可能需要数百吨的推进剂，这可不是一次加注就能实现的。第三，星舰飞船和其他航天器的太空对接和分离必须取得成功。在阿特米斯任务中， HLS 至少要经过2次对接和2次分离，才能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因此对接和分离是必须的。在这3项基本要求中，太空对接和分离可能是最简单的要求了，毕竟 SpaceX 的龙飞船已经有了多次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和分离的经验， HLS 直接把这项技术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但第1项和第2项就比较困难了。虽然在今年年初 NASA 把阿特米斯3任务的时间从2025年4月调整到了2026年9月，但这样的时间表对 SpaceX 来说仍然显得有点紧张。要知道， NASA 对 SpaceX 的合同里规定的是 SpaceX 要在阿特米斯3任务之前完成 HLS 的研制、生产和试验工作。
如果说研制和生产还好理解，那这个实验指的又是什么呢？根据我的理解，这个试验至少要包括2大部分的内容。首先， HLS 的试验飞船至少要在轨道上完成一次和猎户座飞船的对接和分离。猎户座飞船的宇航员要进入 HLS， 并在里面生活一段时间。其次， HLS 试验飞船要以自动驾驶的方式飞向月球，在月球轨道上停留一段时间之后，自动降落在月球表面，然后还要从月球表面发射升空，再次进入月球轨道。在这2项实验里，有以第2项实验的难度为大。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由于近些年发现在月球的南极很可能存在着水冰，因此重返月球的阿特米斯计划里的载人登月地点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波罗计划大为不同。在阿波罗计划里，所有的登月地点都选择在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的低纬度地区，离月球的南极比较远，而阿特米斯3、4任务的登月地点都在月球的南极附近，目的自然是希望能够亲身验证水冰的存在。所以为了便于 HLS 登月，在阿特米斯任务中，猎户座飞船和未来的月球门户空间站没有像阿波罗任务那样以较小的倾角绕着月球的赤道飞行，而是以一个长椭圆轨道绕着月球的南北极飞行。轨道的近月点在北极上方，离月表大约是3000公里；轨道的远月点在月球的南极上方，离月表大约是7万公里。月球、飞船、地球运动的轨迹就像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样。这种轨道叫 NRHO 轨道。在视频里，蓝色的小点表示的就是地球，绿色的小点表示的是月球沿绿色的轨道绕地球运动。藕荷色的小点表示的就是阿特米斯任务中绕月球飞行的航天器，它一方面在垂直于月地轨道平面的平面上绕月球做长椭圆运动，另一方面随同月球一起绕地球运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藕荷色运动轨迹。由于引力的原因，想在这个轨道上稳定的运行，控制的复杂度要超过为嫦娥4号、嫦娥6号提供中继通信服务的运行在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鹊桥1和鹊桥2。因此 HLS 试验飞船的绕、落、回的难度都不小，而根据阿特米斯任务的时间表，所有这些工作完成的截止时间大约是2026年的上半年，因此逾期的风险很高。那么 SpaceX 有什么备份方案吗？我想马斯克肯定有自己的 Plan B， 而且这个 Plan B 早就以另外一种形式向外界透露过，只不过当时大家都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星舰，所以就忽略了。其实 SpaceX 早在2011年猎鹰9火箭首飞成功后不久，就提出了用红龙号飞船探测火星的计划，该计划还得到了 NASA 的支持。那时候 SpaceX 公布出来的红龙号飞船的摄像图还是以龙号货运飞船为基础的。2012年 SpaceX 的龙号货运飞船首飞成功。2015年12月，猎鹰9火箭的1级首次回收成功。2016年 SpaceX 公布了红龙飞船的部分细节，马斯克打算用他刚刚研制成功不久的龙号货运飞船作为基础进行改制，形成第2代龙飞船，并把它作为着陆飞船降落在火星的表面。而发射飞船所使用的火箭，马斯克打算用3个猎鹰9号火箭的1级捆绑在一起来实现。这款火箭就是后来的重型猎鹰火箭。2018年2月，重型猎鹰首飞成功，成为目前投入运营的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为了让飞船能够在火星表面再次起飞，马斯克在新飞船的侧壁上安装了上升发动机，既可以在飞船降落时起减速作用，又可以在飞船飞离时起上升作用。在发射时，上升发动机还能起到逃逸火箭的作用，真可谓是一举多得。该计划本打算在2018或者是2020年来实施，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能成行。
不过龙飞船的设计方案却得到了延续，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龙2载人飞船。经过我这么简单的介绍，相信对航天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就明白了。马斯克还用龙2客运飞船改装成月球着陆飞船 HLS， 再用重型猎鹰把它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没错，SpaceX 在红龙飞船研制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把龙2飞船改制成 HLS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首先，龙2飞船经过至少13次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和返回的实验，技术非常成熟，飞船的生命维持系统完全没有问题。其次，龙2飞船的额定成员是6人， NASA 要求其真正执行载人任务的时候，最多携带4名宇航员。前不久进行的北极星黎明任务，4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的时间超过了118小时，而2次阿特米斯任务中登月的宇航员的数量都只有2人，因而自持力也不是问题。第三，标准的龙2飞船的起飞重量是 12.06 吨，飞船上携带了 2.5 吨的推进剂，而重型猎鹰火箭在1级和助推器都不回收的前提下，地月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是 16.8 吨，因此火箭的运载能力也不是问题。所以在龙2飞船的基础上，研制 HLS 一定会成为 SpaceX 在阿特米斯任务上的一个备份方案。那么龙2飞船要经过怎么样的改制才能成为一艘登月飞船呢？要说明白这个，先让咱们来看看 HLS 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飞向月球之后还会有哪些动作。首先是进月制动， HLS 在接近月球时会开启发动机进行制动，以便进入绕月飞行的长椭圆轨道 NRHO。HLS 在地月转移轨道上时，速度大约是 10.7 公里每秒，而 NRHO 轨道的运行速度大约是 1.7 公里每秒。HLS 需要进行大幅度的减速，这个过程是最消耗推进剂的。好在重型猎鹰还有富裕的运力，让 HLS 能携带更多的推进剂。HLS 进入 NRHO 之后，就是等待搭载着宇航员的猎户座飞船的来临。和猎户座飞船对接之后，2名宇航员进入 HLS，HLS 和猎户座分离，开始向月球降落。在 HLS 落到月球表面之前，会开启制动发动机，就像超重最后被筷子回收钱那样。随后 HLS 要依靠自身携带的支腿降落在月球表面。在宇航员完成月表的工作之后， HLS 要带着宇航员和他们采集的样本从月球表面发射升空，再次回到 NRHO 轨道，并与停留在这个轨道上的猎户座飞船进行对接，把宇航员和样本转移到猎户座飞船上。最后 HLS 会和猎户座分离，至此 HLS 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通过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了解了 HLS 落月和返回的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现在龙2飞船的组成是怎么样的。大家现在从屏幕上可以看出，龙2飞船由下向上被分成服务舱和成员舱2个部分。服务舱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储物空间，并且能够为成员舱供电，安装有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源模块。而成员舱有点类似于其他宇宙飞船的返回舱，在成员舱的底部也有一个防热罩，顶部也装有降落伞。但与其他的飞船不同的是，在飞船15度内倾的侧壁上安装有8台 Super Draco 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常温燃料，单发的推力达到了 7.1 吨，工作时间是25秒。在龙2飞船上，这8台 Super Draco 发动机是用来作为发射时逃逸发动机使用的，因此要求其具有较大的推力，以便在发射出现故障时能以更大的加速度脱离事故现场。由于逃逸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而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很长。好，明白了以上几点，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来看看怎么把龙2飞船改制成 HLS 了。大家请看屏幕，
屏幕上的飞船就是用龙2改制的 HLS。 首先，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飞船在降落的过程中不会遇到地球上的热胀问题，因此成员舱可以取消原来的防热罩，但为了适应月球的着陆环境，需要在飞船的底部安装4个伸缩式的支腿，用于在月球表面的着陆。同样，因为没有大气， HLS 还可以取消龙2飞船上的降落伞，节省下来的体积和重量可以增加1到2个推进剂注箱。因为在月球任务中，安装在 HLS 上的8台发动机不仅要用于 HLS 从月球表面的上升，也要用于 HLS 在月球表面的降落，甚至还要用于进入月球轨道的制动。只不过上升和降落用的是安装在成员舱的注箱内的推进剂，而入轨制动用的是安装在服务舱内注箱的推进剂。关于这点，我在下面还会再次提到。另外，还需要在成员舱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停留期间提供电力。对于服务舱，可以减少货舱的体积，在服务舱内增加推进剂注箱，用于飞船的入轨制动。经过这样的改进，一艘可以让2名宇航员登月再返回的 HLS 是不是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呢？如果 SpaceX 用这套方案来做 HLS， 那么火箭的技术是成熟的，成员舱的大部分技术也是成熟的，真正的难点就在于外星的降落、起飞和延长安装在飞船上的8台 Super Draco 发动机的持续工作时间了。好在 SpaceX 还有时间进行各种验证和实验。另外，月球的引力大约只有地球的1/6， Super Draco 发动机的推力也不需要太大。通过降低发动机燃烧室温度和压力来延长发动机的持续工作时间，也许并不是很难做到。因此，作为备份方案，我还是非常看好龙2飞船的。只不过，我以上聊的都是纯技术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商业和市场。事实上，如果 SpaceX 真的这么做，很可能会影响市场对 SpaceX 的信心。因此，这个备份方案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下的被迫之举。好，关于 SpaceX 载人月球着陆器的备份方案，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